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最近有在做全球资产配置或者一直关注硬体和科技供应链的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的科技市场虽然热闹，但底层的材料成本却贵得让人有些头皮发麻？前阵子大家还在讨论 AI 晶片有多难买，结果现在这场由晶片紧缺引发的连锁大轧空，居然悄悄烧到了一个最让人意想不到，甚至有点冷门的领域，也就是废旧金属与电子垃圾回收产业。很多人以为像美商西姆这样做废钢回收的老牌公司，既跟不上前沿算力的潮流，又只能在低毛利的夕阳产业里打转。摩根大通发布的研究报告亮出了一张颠覆性的底牌。原来随着全球常规 DRAM 供需持续紧绷，大厂们回收旧伺服器记忆体的转售价格正在呈现暴风雨般的暴涨。这股强大的溢价直接灌入了 SGM 的利润表，而随着联想等硬体巨头即将在7月全面调涨设备售价，一场利用二手高阶晶片进行的防御性套利革命正在悄悄拉开序幕。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这瓶废钢与晶片循环背后最真实的资金大转移与估值重塑真相。要看清下半年回收巨头获利反转的底牌，最先要看的就是云端巨头数据中心升级带来的二手晶片黄金矿山。摩根大通指出，全球常规 DRAM 和高频宽记忆体在2季度持续极端紧缺。为了给最新 Blackwell 或下一代人工智慧系统腾出空间，云端巨头正以惊人速度对老旧伺服器进行大规模退役与升级。这些退役设备中藏着海量性能极佳的 DDR4 甚至早期 DDR5 记忆体与伺服器晶片。作为全球最大电子回收巨头， SGM 旗下的生命周期服务部门正成为最大赢家。他们通过与微软、亚马逊等巨头签署专属协议，在安全烧毁数据后，将这些高价值二手晶片模组化并转售，直接将废料变成了真金白银。而在这股由 DRAM 大轧空引发的现货溢价下，二手记忆体的转售价格在近期录得了惊人的暴增，部分特定型号的涨幅甚至飙升到了极致。这项超预期的溢价在财务上等于是将纯利润100%完全直灌进了 SGM 的 Lifecycle Services 利润表，推动其税前折旧摊销前获利迎来跨越式的膨胀。这项估值的重组正在彻底颠覆市场过去对其大宗商品回收股的打折计价。与此同时， SGM 传统的废钢与黑色金属板块也正配合着这一波晶片红利，在实体经济中交出了一份相当扎实的企稳答卷。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披露了最新的钢铁与废钢利差数据。截至6月10日当周，不论是美国国内的名义利差，还是像蓝色范围钢铁在亚太和北星的德斯帕奇加权指标，整体名义利差均录得了同比 1% 左右的温和上涨，且在过去几周内展现出了极强的横盘抗跌弹性。这项钢材利差的稳定，在实体世界里为 SGM 的废金属回收业务提供了一面无比宽阔的防御盾牌。因为废钢作为低碳绿色炼钢最核心也最难以被替代的原材料，在全球钢厂追求净零碳排的趋势下，其刚性吞吐量正处于长周期的稳步上行涨道中。当传统废钢业务在利差稳定下提供充沛且稳定的自由现金流，而高毛利的 SLS 二手晶片回收业务又因为 DRAM 轧空而爆发出惊人的利润乘数，这在财务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双轨防御闭环，为 SGM 脱离周期波动，迈向高回报循环经济平台提供了最坚实的制度安全垫。然而，在这场获利大转折的背后，最让全球敏锐的避险资金感到兴奋的，则是即将在今年7月份正式引爆的硬体大调涨预警。摩根大通在报告中特别提醒，随着上游先进存储和高阶材料的通膨重力在2季度加速向终端传导，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与伺服器巨头联想已经在内部拍板决定，将从今年7月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其全线硬体设备与机架系统实施全面大涨价。这场由7月大调涨引发的预期差，无异于是给二级市场拉响了最后的卡位警报。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当联想在7月把新设备的售价推向历史高位，对于全球无数面临预算收缩但又不得不扩充算力储备的中小型企业与二线客户而言，他们会做出怎样的理性选择？没错，
大批买家将会被迫放弃购买高昂的新机，转而在市场上疯狂寻找经过高质量认证且性价比极高 OS 二手和翻新组件。这种需求的非线性移位将会瞬间引爆对 SGM 回收并翻新的二手 DDR5 记忆体和伺服器配件的报复性抢购潮。这在7月涨价风暴来临前，为 SGM 创造出了一个极具不对称优势的黄金卡位窗口。这也是全球主权基金和最聪明的钱正在低位疯狂吸纳 SGM 筹码的底层逻辑。对于这场由废钢稳定、DRAM 炸空与7月涨价共振交织出来的价值大重组，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大类资产配置已经正式跨越了单纯追逐高增长 AI 概念的初级阶段，大步迈入到了重估循环经济定价权与实体资产利用效率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以来习惯用传统周期性大宗商品的落购框架去打折计价 SGM， 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无论科技如何变革，原材料的消耗和废旧资产的无害化处置才是整个商业社会最底层也最难以被替代的刚性守门人。当 SLS 部门利用 DRAM 压空实现利润暴增，而联想大涨价又在7月前夕确立了二手组件的刚性需求，这本质上意味着 SGM 已经成功将自己从高波动的废金属回收商重置为了具备强大定价权与高资本回报率的绿色科技防御蓝筹。同时，这种实体金属防御与 AI 晶片溢价的结合，将会无情地重塑全球全线避险资金在利率维持高位而通膨不减环境下的配置路径。华瑞认为，在2026年全球高利率维持更久且贸易限制不减的新常态下，单纯依赖借新还旧生存、缺乏利润转嫁能力的弱资质企业会面临极其惨烈的去杠杆洗牌。相反的，像 SGM 这样手里握有实体定价权，其产品和回收技术具备极高品牌物理壁垒，且能够通过自身强大定价权平准利率波动的龙头资产，则能在这场资金去拥挤化的过程中获得最宽阔的安全边际。这是一场全球地缘资本的去虚向实大洗牌。当然，大数据与财务预测模型虽然给出了路径，但未来依然存在着潜在的双向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全球超大规模云端巨头在数据中心退役节奏上的边际放缓。摩根大通指出，如果下半年部分巨头出于资本支出控管的考量，延迟了老旧伺服器的淘汰时程，这将会对 SGM 在第3季度的二手记忆体到手进口量造成压制，进而对利润增长目标构成局部的干扰。第二个风险是全球废钢价格在第3季度因钢厂停产而出现非线性大跌。报告中提到，虽然目前 BSLS PRADS 稳定，但如果下半年全球钢铁需求出现意外的严重萎缩，导致废钢价格暴跌，那么即使有 SLS 晶片回收利润的强力补位，公司的整体毛利率依然可能会承受阶段性的下行压力。摩根大通这份最新的大宗商品与记忆体监测报告，用最冷静的 BSL 废钢利差与 SLS 二手晶片回收数据，为我们梳理了关键财报季前夕最真实的实体循环经济底牌。这并非一场无序的恐慌，而是一场由 DRM 轧空倒逼二手晶片价值回升，联想大涨价确立7月卡位窗口，以及低碳废钢需求确立下档防御所主导的结构性重塑。如果大家想在这场变革中看清底牌，做好配置，操作焦点千万不能只看指数每天的起起伏，应密切盯紧2条实用线索。第一，关注 SGM 的 SLS 部门在电子废料和二手记忆体转售中的实际获利贡献与毛利率变化，这能最直接验证其定价权。第二，关注7月联想调涨售价后，二级市场高端二手与翻新晶片的交易量增速与现货溢价。看懂这2项实体硬指标，我们才能在流动性拉锯中理清头绪，提前给资产找到最稳妥的防御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